众所周知，日本自卫队近年来频频与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联合两栖演习，学习夺岛战术。而这次演习采用的超地平线登陆战术，就是从美国学来的。这一战术避免了出现诺曼底登陆那样惨烈的滩头作战，是一种压制式的立体登陆作战模式。登陆部队使用两栖登陆舰艇向海岸快速突击，不给敌人反应时间，以减少突击抢滩的人员伤亡，并夺取登陆场。不过，这需要登陆方拥有绝对实力才能有效实施，而以自卫队的实力，恐怕玩不转。这次出动的国东号是大鱼级运输舰的3号舰，虽然它比日向级、出云级两栖舰要落后不少，但是能承担他们不能承担的任务。因为日向级和出云级的核心战力是舰载机，没有设立能够搭载登陆艇、装甲车等大型装备的坞舱。而大鱼级有大船坞，能搭载 LCAC 气垫登陆艇、AAV-7两栖战车、90型主战坦克等装备。在这次演习当中，国东号就扮演了将水陆机动团和抢滩装备运到登陆点附近海域的角色。在具体实施登陆时，自卫队首先派出海空兵力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然后派出扫雷舰艇对抢滩路线进行清雷。最后才是打开运输舰的坞舱门，放出 LCAC、AAV-7等装备，搭载作战人员和装甲车进行抢滩。值得指出的是，在这种战术设计中 ，AAV-7两栖战车在抢滩登陆时是运输工具，上岸后又要作为机动平台进行突击，并为登陆部队提供火力支援。因此，自卫队在组建水陆机动团时，特意向美国购买了52辆 AAV-7。但这样的任务让 AAV-7很为难，因为它是50多年前设计的，综合技战术性能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在以及未来两栖作战的需要。比如其火力很弱，仅配备一座单人炮塔，集成有一挺40毫米自动榴弹发射器和一挺12.7毫米机枪，对付坚固工事和装甲车辆远远不够。加上 AAV-7幅度速度也不快，水上最大航速仅13.2千米每小时，因此其在海上基本没有还手之力。而比慢吞吞更要命的是，它体型大、装甲薄，容易被发现和被瞄准。防护力最强的正面也仅仅能抵抗12.7毫米机枪子弹。面对抗登陆一方，由中大口径火炮、火箭炮、反坦克导弹、火箭筒、小口径机关炮等组成的炽热火力 ，AAV-7基本无招架能力。再看 LCAC 气垫登陆艇，它所能发挥的作用就很大。依靠速度快、上岸便捷的优势，能够迅速将登陆兵力以及主战坦克等装备运到岸上。但是每艘大鱼级只能携带2艘 LCAC， 即使全部投入两栖作战，一次最多也只能投入6艘 LCAC， 而且既要运兵还要运装备，捉襟见肘。不仅如此 ，LCAC 的火力和防护力比 AAV-7更弱。在对方抗登陆兵力预有准备的情况下，要想靠突然登陆的方式达到上路的目的，也纯属一厢情愿。当然，国东号运输舰还能搭载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垂直登陆，但搭载能力同样很有限，每艘只能搭载2架。由此可见，日本自卫队的两栖登陆战力虽然确实有了提升，但如果想在西南方向搞事，那结果只会是头破血流，铩羽而归。